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看一个人的人品最准的法子是什么？是看他说话好不好听，还是看他平时待人和不和气？我告诉你，都不是，这些全是能装的。客气是可以练出来的，笑脸也是可以演出来的，连所谓的善良有时候都只是一层精心打包的包装纸。为了在这个世上混口饭吃，谁出门不戴个面具呢？可我告诉你们，这世上啊，唯独有一样东西，那是绝对装不了也藏不住的。是什么？就是一个人发火的那一刻，那一刻没有彩排，没有伪装，脱口而出的话，下意识的举动，全是刻在骨子里的本性。有的人平日里满嘴仁义道德，大道理一套一套的，可往往一遇到逆境或者一点小事情没有顺着他的心意，立刻就翻脸不认人，乱骂人，摔东西，什么难听说什么，什么伤人做什么，这就好像一盆水，你平时看着挺平静挺清澈，可你拿根棍子去底下搅动一下，你才知道底下的泥巴有多深有多脏。这也不是性子直，是骨子里的刻薄和自私被怒火掀了盖头而已。佛法讲得很清楚，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只要一生气，那股怨恨的火一上来，你心里头那扇智慧的大门啪的一下就关上了，紧接着各种业障，各种倒霉的事情全都找上你了。我常常讲，天地间有一套极其精密的因果契机运行规律。佛经里提到过天上的天人，这些天人福报极大，平时身上带着奇异的香气，头顶上带着美丽的花冠，过着神仙日子。可是当他们动了嗔恨心，或者福气快要耗尽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这就叫天人五衰。在那一瞬间，他们头顶上的花冠直接就枯萎凋谢了，身体开始冒冷汗，腋下开始流出臭汗，原本的香气变成了让人难以忍受的浊气，神仙的光彩全都没了。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经书里的神话故事，你们要晓得，当一个人大发脾气暴跳如雷的那一秒钟，根本不用等到下辈子，当场就是咱们凡夫俗子在人间上演的天人五衰啊！你们闭上眼睛，仔仔细细回想一下那个画面。平时一个和颜悦色的人，突然被一句话点燃了怒火，就在那一瞬间，他那张原本和善的脸庞瞬间就扭曲了，满脸的横肉绷得紧紧的，额头和脖颈上的青筋一根根爆突出来，连眼珠子里都泛着一种吓人的红光。你听他那个喘气的声音，呼哧呼哧的，极其出众，就像拉破了的风箱一样。就在他张开嘴用最恶毒的词汇咒骂的那一刻，你有没有感觉到他身上那股恶业的浊气砰的一下炸开了？原本好端端的一个房间，在那一瞬间气压骤然降低，空气仿佛都变得浑浊燥热，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就连头顶上原本明晃晃的灯光，在那股凶煞之气的笼罩下都显得阴森惨淡。角落里的猫狗吓得夹着尾巴死死缩在沙发底下，连大气都不敢喘。这就是人间的五衰象现。在这个极其恐怖的瞬间，他头顶上的那5朵花也跟着他这股无名业火彻底枯萎凋零了。哪5朵花？第一朵花叫人缘和气才能生财，和气才能聚人。你这一发火，满嘴伤人的话像刀子一样甩出去，哪怕是最亲近的人，心也被你扎透了。身边的人吓得像躲瘟神一样全躲开了，你这好人缘的花瞬间就烂在了泥里。第2朵花叫财运，老祖宗说
财神爷最怕的就是凶相，你这股煞气一冲出来，屋子里的财气直接被冲散了，原本该进门的福报，原本该谈成的生意，全被你这一嗓子给吼跑了。第三朵花叫健康，中医讲怒伤肝，火气上逆，你发一次大火，心跳加速，血液直冲脑门，你以为你是在骂别人，你是在拿自己的寿命点火啊，你的五脏六腑都在被这股火烧烤。健康这朵花直接被你烤焦了。第四朵花叫智慧，火气一冲到头顶，理智直接断线，人当场就成了情绪的奴隶，做出的决定全是不计后果的，说出的话全是不经大脑的。智慧的花在怒火中瞬间干瘪。第五朵花也是最要命的一朵，叫阴德。你想想看，咱们做长辈的大半辈子省吃俭用，与人为善，好不容易给儿女给子孙积攒下来那么一点微薄的福报，结果呢，就因为你不受控制的一把无名业火，当着全家人的面一通乱砸乱骂，把家里积累了几十年的祥和之气、积善之德烧得连灰都不剩。所以啊，千万不要觉得因果业力是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因果就在眼前，就在当下，就在你发火摔东西骂人的那一瞬间，你的福报就枯萎了，你这个家的风水当场就破得稀巴烂，这就叫现世报。咱们老了，要想守住晚年的福气，守住儿孙的气脉，首先就得认清这团火的真面目。可是这团无名业火到底是从咱们身体里的哪里烧起来的呢？它又是怎么一步步把人吞噬的呢？我告诉你们，这团要命的无名业火，它不是从外头跑进来的，它完完全全是从咱们自己肚子里长出来的。很多人以为脾气大是性格问题，是天生的，不对的。性格只是表面，最根本的是咱们身体里头的气疾病了。你们去看看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文化，看看古代那些真正有修为的人，那些讲究修身养性的人，他们有一个极其严格的习惯，那就是在饮食上特别清淡。很多人甚至讲究过午不食，连葱蒜韭菜这些气味重的五辛都不碰，每天青菜豆腐吃个7分饱。你们以为他们是故意找罪受，或者是为了省钱吗？不是的，因为老祖宗参透了一个极其深刻的人体密码，就14个字：饮食浊则气血浊，气血浊则神识昏。这个道理很简单，你吃下去的东西太厚重，大鱼大肉、肥甘厚味，这些东西消化不了，就在肠胃里头变成了浊气。这股浊气天天在肚子里郁结着，排不出去。你的五脏六腑就像一个被毒死的火炉，平时看着没事，可一旦遇到外界一点点摩擦，一点点小事惹到你，这就好比一粒小小的火星直接掉进了一大堆浇满了油的干柴里，轰的一下，火就冲天了。你们要晓得，那股浊气是顺着经络往上冲的，气往上顶，直接冲到头顶，那一瞬间，人的神识，也就是理智，当场就昏死过去了。理智一断线，剩下的就全是动物的本能，是纯粹的破坏欲。咱们在座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回去看看现在的年轻人，看看自己的儿子女婿，天天在外头应酬，晚上吃烧烤喝大酒，熬夜加班，一个个挺着个大肚子，满面红光的。其实那不是健康，那是满腹的浊气啊！这种人就是行走炸药包。有个30出头的小老板干工程的，每天的应酬不断。这天晚上他喝了一肚子的酒，吃了一肚子的油腻肉食，
胃里头胀得难受，脑袋嗡嗡作响。代驾把他拉回到自家小区的地下车库，车库里灯光昏暗，代驾倒车倒得慢了一点。就在这个时候，后面跟上来一辆车，是个年轻邻居。那邻居等得不耐烦了，手一按方向盘，滴一声极其刺耳的长喇叭在这封闭的地下车库里砸响。就这一声喇叭，出大事了。这小老板当时就觉得胃里一阵翻腾，一股热血混合着酒气浊气，噌的一下直冲天灵盖。他两眼瞬间充血，红得吓人，理智的弦嘎嘣一下全断了。他一把推开车门，连代驾都拉不住，从后备箱里抽出一根明晃晃的防身铁棍，像头发疯的野兽一样冲到后车跟前。你按什么按？催命啊！伴随着一声狂吼，他抡起铁棍，砰的一声巨响，直接把邻居的挡风玻璃砸了个粉碎。玻璃碴子溅了那邻居一脸，邻居吓得在车里尖叫报警。结果怎么样？15分钟后，警车闪着灯进了小区，直接给他戴上手铐带走了。就因为这一棍子，寻衅滋事，不仅赔了人家一大笔钱，还被拘留了15天。最惨的是什么？他第二天原本要签一个好几百万的大合同，关系都打通了，就差签字，结果人被关进去了，电话打不通。人家大客户一看这老板这么不靠谱，当场把合同给了死对头。等他在拘留所里醒了酒，肠子都悔青了，抱着头蹲在墙角痛哭流涕。家里头他老婆急得满嘴起泡，老母亲听到消息差点心脏病发作进了医院。你们想一想，这一声喇叭值几个钱？那一瞬间的怒火毁了多少东西，几百万的生意没了，自己的人生留了案底，家里的风水气场被搅得一塌糊涂。这就是典型的凡夫之怒。凡夫发火是没有任何节制的，别人一句话，一个眼神，甚至就是一声喇叭，都能让他瞬间爆炸。他觉得我砸车我很威风，我是真性情，我咽不下这口气。其实在明眼人看来，他可怜到了极点，他根本不是自己情绪的主人，他是一个被浊气、被业力死死拴住脖子拖着走的奴隶。这种火烧不到别人，全烧在自己身上，烧的是自己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福报。咱们很多老人家看到孩子脾气暴躁，总是苦口婆心地劝，你脾气小点，你要忍啊，没用的。佛法讲得很清楚，这是业力使然，是生理上的浊气顶着他忍不住的。所以你们以后要想家宅平安，要想儿女顺遂，别光在嘴上劝，你得从生活起居上管束他们。家里做饭少放油盐，少点荤腥，多吃点清淡的养胃的，把肠胃里的浊气清扫干净了，人的气血就顺了。气血一顺，遇到再大的事，他脑子是清醒的，就不会干出那种玉石俱焚的蠢事。这凡夫的怒火是最低级的火，全是损耗，全是造孽。可是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遇到真的不公平，真的委屈事，难道咱们就只能当个没有脾气的泥人吗？绝对不是。咱们传统文化里从来没教人做唯唯诺诺的软柿子。有修养的人也是会发火的，只不过人家发火的方式和产生的后果跟咱们普通人那是天壤之别。这就到了发火的第二重境界，也是咱们老一辈人必须得学到手的保命绝活，就是咱们中华文化里常讲的君子之怒。很多人有个天大的误区，以为学佛了修道了，或者年纪大了有修养了，就变成了一个不会生气的木头人。别人指着鼻子骂你，
你还得笑眯眯的，别人欺负你家里人，你还得说声没关系。你们要晓得，那不叫修养，那叫窝囊，那叫没骨气。咱们是血肉之躯，只要还在这个世间活一天，遇到那种不讲理的欺负人的事，心里头怎么可能没有一点火气？连泥菩萨还有3分土性呢，对不对？但是真正有修养的人，他跟刚才讲的那种被浊气控制的凡夫最大的区别就在于4个字：动而有止。什么叫动而有止？就是这个火气可以动，情绪可以上来，但是在他要爆发要冲出嗓子眼去伤人的那一刻，他能把它给止住，能把它给勒死在悬崖边上。易经里头讲了一个极其高明的智慧，叫水火既济。什么意思呢？你想想看，你在家里炖汤，火在底下烧，水在上面开，水和火交融在一起，这锅汤才能炖得香飘满屋。这在人体气机上就是最好最健康的平稳状态。可是人一发大火，一暴怒，这局势就彻底反过来了，变成了什么？叫火水未济，无明业火往上乱窜，烧得你面红耳赤，理智全无。而代表理智和心血的那个水全都往下沉，让你手脚发软冰凉，水火分了家，人当场就废了，身体的风水也就全乱了。所以君子的修养就是要在火气往上窜的那一秒钟，强行把理智的水盖上去，把火给压住，这就叫水火既济。古时候有个名相叫韩琦，这人不仅官当的大，带兵打仗也是一把好手。有一天晚上，黑灯瞎火的，风刮得特别大，韩琦带着手底下几个将领还有一队士兵在军营里头巡夜，前面有个小兵手里举着个火把在前面引路。这小兵是个新兵蛋子，夜里黑，心里又紧张，旁边走的又是统帅，他手抖得厉害，走着走着风一吹，脚底下不知道绊到了什么东西，这小兵往前一个踉跄，哎呀一声，手里的火把直接就戳到了韩琦的脸上，就听见吱啦一声响，一股子毛发烧焦的臭味瞬间就在冷风里弥漫开了。韩琦的胡子、眉毛还有一小块脸皮当场就被火把给燎着了。你想想那个痛，俗话说打人不打脸，更何况是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直接糊在脸上。韩琦疼得浑身一哆嗦，下意识地捂住了脸。这还了得，统帅被小兵烧了脸，旁边那些个将领眼睛瞬间就红了，噌的一下拔出腰里的钢刀，上去就把那个小兵给死死按在地上。那小兵吓得魂都没了，裤裆当场就湿了，冷汗把后背全湿透了，抖得像个筛子，连求饶的话都卡在喉咙里，喊不出来。将领大吼一声，瞎了你的狗眼，拉下去砍了。按照古代的军法，这也确实是死罪。这个时候的韩琦心里头有没有火？肉都被烧烂了，谁能没火？那一瞬间他的心火绝对是直冲天灵盖的。可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韩琦干了一件什么事？他强忍着脸上钻心的疼，猛地一抬手，死死按住了将领拿刀的手腕。他大喘了一口气，把涌到嗓子眼的那句要命的怒吼硬生生地咽了下去。他看着那个瘫在地上抖成一团的小兵，非常平静地说了一句话：不要杀他，放开吧。他现在已经知道该怎么拿火把了。你们听听，这就是修养，这就叫动而有止。韩琦心里比谁都明白，脸已经被烧了，皮肉已经受苦了，这是个躲不开的因果。你就是现在把这个小兵千刀万剐，脸上的皮肉能马上长回来吗？不能。杀了他，除了多造一条杀业，
多结一段恶缘，对事情没有任何补救。小兵不是故意的，他是紧张，经历了这一次，他这辈子拿火把都会拿得比谁都稳。这就叫用理智的水浇灭了情绪的火，水火交融，气场瞬间就稳住了。底下那些将领和小兵看了韩琦这个如海一样的度量，那是打心眼里服气呀。以后在战场上，谁不为了他拼死效命？这叫用一时的忍换来了一生的威望。咱们在座的老朋友们，把这个故事拿回到咱们自己家里头，你想想看，是不是一样管用？有些时候儿子儿媳妇在外面为了生计忙了一天，回到家累得晕头转向，说话可能冲了一点，或者小孙子调皮捣蛋，一不小心把家里一个挺值钱的物件啪叽摔得粉碎，你那个火气啊噌的一下就上来了，你正准备拍着大腿指着鼻子痛骂，你们作死啊，你这个败家子啊！我告诉你们，只要你这一嗓子喊出去，家里的气氛瞬间就降到冰点，儿媳妇心里结了永远解不开的疙瘩，这就叫活水危机。这个家好不容易聚起来的福气，当晚就被你这一嗓子给喊破了。遇到这种时候，咱们做长辈的就要学学人家韩琦，你要在心里头飞快地转个念，东西已经碎了，这叫破财挡灾。你就算把孩子骂个半死，东西能拼回来吗？不能。那你就把火气咬死在牙关里，把心往下沉。你可以板着脸教育他，你可以让他去拿扫帚把地扫干净，你要教他做事的规矩，但是你的心里不能有那种恨不得剥了他皮的怨气和戾气。你稳住了，你就像一座山一样镇在家里，儿女看着你，心里头只有敬重和羞愧。咱们老一辈人不就是家里的定海神针吗？你不乱，这个家就散不了。这就是君子的发怒，他发火是为了教规矩，不是为了泄私愤。他发火是为了把事情理顺，不是为了把关系搞砸。这种火烧不伤别人，也烧不毁自己的福报。可是在这个世间还有极少数的一些人，他们发脾气已经彻底超越了君子的境界，他们发出的火那简直就是一阵能把人命里的劫难强行扫除的狂风。这就到了咱们常说的第三重境界。这第三重境界也就是最高的一层，咱们中华文化里把它叫做觉者之怒。你们要晓得，很多人对修行有极大的误解，以为修行高深的人就是天天眉开眼笑，遇到天大的恶人恶事也是一副与世无争的软面条样子，这完全是错的。真正的觉者，真正的菩萨也是会发火的，不仅会发火，而且发起火来犹如雷霆万钧，能震碎世间的邪魔外道。庙里面不仅有低眉慈目的观音，更有金刚怒目的韦陀，对不对？可是觉者发火跟咱们凡夫发火有着本质上的天壤之别，区别在哪里？区别就在于咱们前面讲的有没有那个我字。这个道理很简单，咱们普通人发脾气归根结底是为了一个我执，因为你骂了我，你亏欠了我，你不尊重我，你损害了我的利益，所以我受不了了，要发脾气报复你。只要你的火气里带着这个我字，这股火就是带着毒气的，就是造恶业的。可是真正开悟的人呢，佛法讲得很清楚，这就叫无我。既然心里头连我都没有了，那他为什么还要大发雷霆？我告诉你们，他发火完完全全是为了你，是为了警醒众生，是为了强行斩断你眼前的灾祸。他的怒火里没有一丁点的嗔恨心，全是干干净净的慈悲。南宋时期，杭州灵隐寺里有一位奇人，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济公活佛道济和尚。有一天，道济和尚疯疯癫癫的来到一个村子，村子里张灯结彩，有一户人家正在敲锣打鼓的办喜事，全村老少都在这儿凑热闹，喝喜酒，欢天喜地的。道济和尚抬头一看，坏了，常人看山是山，但在他的眼里，这村子背后的那座大山地气已经彻底断裂，山体内部正在崩塌，一场灭顶之灾马上就要压下来了。他赶紧冲进人群，大喊着：乡亲们，快跑啊，大山要塌了，再不跑全得死在这儿。可是你想想看，人家正办喜事呢，谁信你一个疯和尚的鬼话？村民们哄堂大笑，有的骂他乌鸦嘴，有的拿着扫帚赶他，你个疯和尚又来骗吃骗喝，今天大喜的日子，赶紧滚出去，别在这儿触霉头。道济和尚一看，好言好语是绝对劝不动了，这些凡夫俗子被眼前的安乐和无明业障彻底蒙了心，根本听不见真话。眼看大山随时都会崩塌，全村几百口子人的命悬在半空，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道济和尚原本焦急的脸瞬间变得怒目圆睁，像一尊下凡的怒金刚一样。他大吼一声，猛地冲进堂屋，一把推开旁边的人，直接把正在拜堂的新娘子拦腰扛在肩膀上，像个抢匪一样，转身就往村外头狂奔。这一下，整个村子瞬间炸开了锅，那新娘子盖头都掉了，吓得在她肩膀上拼命尖叫挣扎。新郎官眼睛当场就红了，怒吼一声，抄起门后的铁锄头就追了出去。全村的老少爷们一个个气得暴跳如雷，这还了得！光天化日之下和尚抢亲，大家伙抄起粪叉、扁担、棍棒，死死咬着道济和尚不放，一边在后面没命的追，一边破口大骂：打死这个老疯子，砍断他的腿！你们看看那个画面，村民们在这个时候爆发出来的就是最原始的凡夫之怒，那股子戾气恨不得立刻追上，把道济和尚按在地上剥皮抽筋。可是道济和尚呢，他扛着个人气喘吁吁的在前面跑，哪怕跑的鞋都跑丢了，哪怕后背被村民扔过来的石头砸中了，他心里头有一丁点怨恨吗？没有，他心里只有一团火，一团大慈大悲的救命之火。他宁可背上这世间最恶毒的骂名，宁可一会儿被你们追上打死，也要硬生生的用这种激怒你们的方式把你们全都引出村子。就这么狂奔出了村口2-3里地，道济和尚把新娘子往地上一放，不跑了。村民们举着锄头扁担刚冲上来要动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轰隆隆，身后传来一声简直像天塌地陷一样的巨响，大地开始剧烈颤抖，一股夹杂着黄土和碎石的气浪猛地扑过来，把所有人都掀翻在地上。等大家伙灰头土脸惊恐万分地爬起来，回头一看，全傻眼了，哪里还有什么村庄？原本热热闹闹的村子，连同那些房子、桌椅、板凳，全被身后那座崩塌的大山死死埋在了地下，彻底夷为平地。整个现场死一般寂静，只有漫天的黄土还在往下落。当啷一声，新郎官手里的铁锄头掉在了地上，紧接着全村的老少爷们扑通扑通全都跪下了，冲着道济和尚磕头如捣蒜，哭得声嘶力竭。直到这一刻，他们才大彻大悟，这个疯和尚刚才那副不讲理的暴怒抢亲的恶人样子，哪里是在捣乱，那是从阎王爷的生死簿里硬生生的把全村人的命给抢了回来啊！你们想想看，
这就是觉者之怒，他的怒里头是为了度化，是为了救命，为了打破凡夫俗子的愚痴，他可以展现出比凡夫还要暴烈100倍的手段。这就是佛法里常讲的降伏，不用这种狂风暴雨的雷霆手段，根本劈不开普通人那层厚厚的无名外壳。咱们在座的老朋友们把这个道理听到心里去，再看看咱们自己的生活，你们带孙子带孙女的时候，遇到孩子不懂事，伸手就要去摸那个烧红了的火炉，或者小跑着就要往车水马龙的大马路中间转，这个时候你怎么做？你还能和风细雨的站在那儿说乖孙子，危险哦，不要去吗？来不及了，你肯定是猛地冲过去，一把将他死死拽回来，甚至狠狠地在他屁股上打2巴掌，大声吼他一顿。那一刻你发火了吗？你发了，你那一瞬间的样子可能也很凶，可是你心里恨这个孩子吗？绝对没有。你打他是因为你心疼他，你是怕他把命丢了，你那一瞬间没有任何私心的怒火，就是觉者之怒的一点点影子，就是长辈的慈悲火。所以发火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发火的源头不对。如果你发火是为了自己争面子，为了出一口恶气，那就是凡夫火，烧毁你和全家的一切福报。如果你发火是为了点醒别人，为了保护家人不走歪路，而且你发完火事情过了，你心里头干干净净，没有半点挂碍，这就叫慈悲火。这股火不仅不会造业，它还能破除家里的晦气，能斩断子孙的灾祸。咱们老一辈人作为家里的主心骨，到了晚年，你的心性就是这个家最大的风水。可是咱们每天过日子，不仅要面对家里的柴米油盐，还得面对街坊邻里社会上的各种烂人烂事，遇到那些不讲理的胡搅蛮缠的人，咱们老人家到底该怎么守住自己的局，怎么在晚年保护好自己的磁场，不被别人吸走呢？我告诉你们，人到了晚年，你身上最大的风水，最值钱的宝贝，就是你这一身祥和的气场。可是咱们每天出门买个菜散个步，难免会碰到些横冲直撞的烂人，或者遇到些胡搅蛮缠的烂事。别人在外面受了气，肚子里憋着一团业火，刚好撞到你，劈头盖脸就冲你撒气。这个时候你要是按不住，眼睛一瞪，嗓门一亮，跟他对骂起来，那你就彻底中计了。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像2个人拔河，他那边一身的晦气和烂事，正愁找不到人结盘，你只要一接招，一发火，你们俩的业力瞬间就连在一块了。你身上那点清净的福气，长寿的磁场，顺着这根绳子哗的一下全漏出去了，全被对方给吸走了，这就叫掉进了恶的因果律里。所以咱们晚年要想守住自家的局，遇到烂人发难，最聪明的做法是什么？是不接他的业力。我认识个老周，退休后闲不住，在小区临街开了一家小杂货铺，平时卖点油盐酱醋，日用白货，赚点零花钱。老周这人平时笑呵呵的，人缘不错。有一天中午，店里正忙着，突然冲进来一个30来岁的壮汉。这男的满脸通红，浑身带着一股子戾气，砰的一声，把一个塑料的拖把桶狠狠砸在老周的柜台上。退钱！你们家卖的什么破烂玩意儿，刚用2次就漏水了，黑心商家赶紧把全款给我退了。这男的扯着嗓门大吼，吐沫星子都快喷到老周脸上了。旁边买东西的顾客吓得全躲到了一边。老周低头一看那个拖把桶，
底部有一道极其明显的裂缝，旁边还有很深的硬物磕碰痕迹，这哪里是质量问题？分明就是他自己干活粗暴，不知怎么给砸坏了，跑这来耍无赖讹人来了。大家想想，遇到这种事谁不生气？老周心里也是咯噔一下，一股火瞬间就冲到了胸口。你这不是欺负人吗？我这小本买卖你自己弄坏了，跑来让我赔，还在这大喊大叫砸我的招牌。老周当时手都在柜台底下攥成了拳头，那句你自己砸坏的凭什么让我退都已经冲到了喉咙眼。可是就在这短短的1-2秒钟里，老周死死咬了一下后槽牙，把这口气硬生生给咽回去了。为什么？老周心里明镜似的，他知道这壮汉满脸横肉，明显是在外面受了极大的气，这是心里憋着邪火，故意找茬泄愤来了。我要是跟他吵，他不把我的店砸了才怪，就算最后报了警把他带走，我这小店的风水气场全被他搅和烂了，我一下午都会气得手抖，万一血压上来了，医药费谁出？所以老周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举动，他没争辩，也没有拉下脸，他甚至极其自然地笑了一下，伸手把那个破桶拉到柜台里，转身从抽屉里数出原价的钞票，双手递了过去。大兄弟，别生气，别生气，和气生财，这东西坏了是我没把好关，钱一分不少退给你。说完，老周又从冰柜里拿出一瓶冰镇矿泉水，塞到那男的手里。大中午的，外面太阳毒，喝口水降降火，一点小事，别气坏了身子，不值当。你们要晓得，那壮汉原本已经挽起袖子，做好了大吵一架甚至动手的准备了，结果老周这一套太极拳打下来，不仅没接他的火，反而还给了他一张柔软的笑脸，还送他一瓶水。那壮汉手里攥着钱和冰水，整个人愣在了原地，像个木头桩子一样傻了。他满脸涨得通红，这次不是因为气，是因为极度的羞愧。他那种像野兽一样的本能怒火，一拳打在棉花上，全被老周的慈悲和理智给化解了。那男的嘴唇动了半天，连句完整的话都没说出来，最后结结巴巴憋出一句谢谢老板，低着头灰溜溜地走出了店门。旁边看热闹的顾客都替老周鸣不平，老周你太软弱了，明明是他自己砸坏的，你凭什么退给他，还倒贴一瓶水？老周摆摆手，笑着说，你们不懂，我这不是软弱，我这是花了几十块钱买了我全家的平安，保住了我这店里的财气啊。结果呢，那个壮汉出了门，良心发现了，后来只要是家里买油买米，哪怕绕2条街，他也要跑到老周的店里来买，逢人就夸老周厚道，人品好。时间长了，他成了老周店里最忠实的顾客，还给老周介绍了一大帮生意。你们仔细品一品老周的这笔账，算得高不高明？人老了，最重要的就是这口气。你跟那种满身戾气的人争对错，赢了你也是输，你把他骂跑了，他心里记恨你，哪天半夜往你家门缝里塞点垃圾，或者在你出门的时候下个绊子，你受得了吗？佛法里讲，当别人扔给你一团带着毒火的业力时，只要你不伸手去接，这团业力就会原路返回，落到他自己头上。老周不发火，微微一笑，不是他软弱可欺，而是他站的高度跟那个壮汉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上。这就好比一只大象遇到一只发狂乱吠的疯狗，大象是不会低头去咬狗的，绕开走就是了。咱们在家里，在邻里之间也是一样，遇到占小便宜的邻居，遇到无理取闹的街坊，
你不要觉得咽下委屈就是吃了天大的亏。我告诉你们，老天爷的账本上算得清清楚楚，你在这里咽下的一口冤枉气，老天爷会在你的寿命上，在你的子孙福报上给你千百倍的补回来。这就是最顶级的破财挡灾，这就是用修养来护持家运。但是道理咱们都懂，真到了事情头上，别人一句话戳过来，那火气轰的一下就往脑门上顶，这时候该怎么办？咱们很多老朋友说，我也想忍啊，可是我当时就是控制不住啊。别急，接下来我就要教给你们几招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硬功夫，你只要记住这3招，哪怕是你气得浑身发抖的那一秒钟，也能瞬间把这匹脱缰的野马给死死勒住。这3招不花1分钱，全凭你起心动念的一念之间。第1招叫闭口断因果，佛法讲得很清楚，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超级大的仓库，叫做阿赖耶识。你平时说的话、做的事，甚至你心里起的一个念头，都会变成一颗种子，死死地种在这个仓库里。只要种子种下去了，不管隔了多少年，一遇到合适的土壤，它就会生根发芽，结出因果，永远跑不掉。你想想看，当你在家里，儿女或者老伴一句话把你惹毛了，你肚子里那句最难听、最毒辣、最伤人的话已经冲到了舌头尖上，你觉得只要我吼出来把他骂回去，我就痛快了，我就赢了。你们要晓得，只要你这张嘴一巴大张开，这句话一出声，这颗带着剧毒的因果种子就结结实实的种进了你们家所有人的潜意识里。哪怕你事后后悔的直抽自己耳光，哪怕你跪下来道歉买礼物，那个裂痕永远都在，等到下次再吵架，这颗毒种子就会长成参天大树，家里的风水当时就彻底破了。所以真到了那个千钧一发的时候，不要去想什么大道理，物理上怎么做，死死地咬住你的后槽牙，就这一个动作，上下牙齿紧紧闭拢，千万别张嘴，哪怕你憋得满脸通红，哪怕你气得掉眼泪，双手发抖，你转过身去走进卧室，把门一关，你只要不把那句伤人的话吐出来，这个恶的业力链条就在你这里被一刀切断了，这颗毒种子就硬生生被你憋死在了肚子里，落不到土里。你忍住了这1秒钟，你就保住了一个家庭的完整，这就叫大功德。第2招叫吞金压火法。咱们前面讲了，人发怒是因为平时吃进去的肥甘厚腻消化不了，肚子里浊气往上顶，变成了易经里最凶险的火水未济，心火直冲天灵盖。你要灭这股火，光靠脑子想去克制是不够的，你得用身体内部的水去强行浇灭它。咱们老祖宗在修行上有一个极好的法门，当你气得头发昏，胸口发闷的时候，你的嘴巴里肯定是发干的、发苦的，这个时候你不要急着说话，闭着嘴，用你的舌头在牙齿外面、嘴唇里面上下左右的搅动，顺时针搅几圈，逆时针搅几圈，很快你嘴巴里就会分泌出唾液。这可不是普通的口水，在老祖宗的养生法里，这叫玉液还丹，这是咱们人体内最纯净、最宝贵的生命之水。你等这口水攒到满口了，一仰脖子，咕咚一声，用力把它咽下去，要去仔细感受这口清凉的水，顺着你的食道一直浇到你的肚脐眼下面。我告诉你们，这就叫用真水去压邪火，那股往上逆冲的浊气当场就被盖住了，身体立刻就恢复了
水火既济的阴阳平衡，你连着搅动舌头，咽下3口，你再摸摸自己的胸口，看看那火气还剩多少，一大半当场就消散无踪了。咱们老年人平时没事在看电视，散步的时候多做这个吞咽的动作，不仅能压无明火，还能滋阴降燥，延年益寿，比吃那些昂贵的保健药管用10000倍。第3招也是最治本的一招，叫拨就算盘观照法。咱们这辈子走过来，谁还没当过家，没算过细账？当你遇到外面那些胡搅蛮缠的烂人，或者家里遇到让你暴跳如雷的事，你那只手马上就要举起来，拍桌子砸东西了。这个时候你强迫自己停下来半秒钟，在脑子里飞快地算一笔账。怎么算？你抬头看看自己头顶上，咱们第一部分不是说得清清楚楚吗？每个人头顶上都有5朵花，寿命、健康、财运、儿孙福、阴德。你就在心里大声问自己一句：为了眼前这个不讲理的烂人，或者为了孩子打碎的一个破碗，我要折自己5年的阳寿，我要把我积攒了半辈子用来保晚年平安的阴德全都一把火烧光，值不值？你想想看，为了图一时嘴巴痛快，为了争那口虚无缥缈的面子，为了一个根本不相干的烂人，你要把全家老小的命脉、健康和几十年的福气全都搭进去，这笔血亏的买卖你做不做？只要你这笔账一算清，我保证你瞬间就会惊出一身冷汗，哪里还有半点火气，只会觉得一阵强烈的后怕。你躲那个惹事的人都来不及呢，你怎么可能还会去接他的烂摊子？这就是佛法里讲的关照。你能算清这笔账，你就是个有大智慧的人。你这一忍，这一退，绝对不是窝囊，这是在护佑你的子孙，是在为你自己积累无量的寿元，是在给自己家的风水筑起一道铜墙铁壁啊！咱们只要把这3招硬功夫练熟了，这世上还有什么烂人烂事能伤得了你？你的晚年就像一座4平8稳的大山，狂风暴雨都撼动不了一分一毫。那么咱们今天掰开揉碎了讲了这么多，话说到这个份上，这堂课也该给诸位老朋友做一个最后的交代了。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到底什么才是咱们留给后代最硬的靠山？我们又该怎么做才能真正为家人铺就一条平平安安的通天大道呢？我告诉你们，留给后代最硬的靠山，绝不是你存折上攒下的那几位数字，也不是你辛辛苦苦留下的那几套房子。你想想看，你就算留下金山银山，只要家里出一个爱发脾气、满身戾气的败家子，一阵无名业火烧起来，3年5载就能给你败得干干净净。真正能让儿孙平平安安、顺风顺水的通天大道，不是别的，就是你在家里做正事那一身的祥和之气，那就是咱们家最顶级的风水啊！好了，今天掰开揉碎了讲了这么多，我知道你们年纪大了，听一会儿看一会儿就容易忘，记性不好了，没关系，我最后再给你们再啰嗦一遍这几句话，这几个救命的招数，你们一定要时时刻在脑子里。第一，打死都别忘了，人一发火就是人间的天人五衰，你脾气一上来，你头顶上那代表寿命、健康、财运、好人缘和儿孙福气的5朵花瞬间就枯萎了。你发一次大火，就是在拿全家人的福报往火坑里扔，这绝对不是吓唬你，这是天地间雷打不动的因果律。第二，管住你的嘴，不光是管住不骂人，更要管住你吃进去的东西，大鱼大肉，油腻的东西少吃点，吃多了肠胃里全是浊气，饮食浊，
则气血浊，气血一浊，遇到点小事你就控制不住要爆炸。把饮食清淡下来，你身体里的那一团火气自然就降了。第三，也是最要命的一条，当那股火气真的直冲脑门，马上就要张嘴骂人的那一秒钟，记住我教你们的3步。首先，死死咬住你的后槽牙，物理上闭嘴，千万别出声。这一闭嘴，因果业力的毒种子就断了。接着在嘴里搅动舌头，咽下一大口口水，用身体里的真水去浇灭心头的邪火，把气压下去。最后在脑子里赶紧拨一拨算盘，问问自己，为了这点破事，为了外面那个烂人，损我5年的阳寿，折我孙子将来的福气，值不值？账算明白了，火自然就灭得干干净净了。我告诉你们，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但你这个命不是老天爷死死定住的，是靠你每天起心动念，靠你的一言一行去改的。你把脾气改了，不轻易发火了，你家里的戾气就变成了祥和之气。这股气就是最大的佛光，能照亮你自己晚年的路，也能护佑子孙后代的平安。今天这堂课咱们讲透了天地间气机运转的秘密，讲透了人性的底色，你们听进去了，觉得受用了，得了大好处。但千万不要只顾着自己藏着掖着，佛法讲得很清楚，这世间最大的功德叫做法布施。什么是法布施？就是你把这番能救命能改运的道理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你动动手指，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老亲戚、老朋友、老街坊，哪怕就是发到你们家族的微信群里，给你的儿女们看看。你不要觉得这是在凑热闹，我跟你讲，你这一个无心的转发，可能就阻止了别人家里今晚的一场大吵大闹，可能就点醒了一个满腹牢骚的年轻人，帮他们免了一场牢狱之灾。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救人一命，护人一运，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你帮了别人，老天爷全会一笔一笔记在你的，阴德不上，最终全都会化作福报，还给你自己。如果你觉得南老师今天讲的这些大白话对你的心境有帮助，听着觉得心里头亮堂了，舒服了，那就请动动手指给南老师点个赞，点个关注，这也是咱们之间结下的一份善缘。最后我还要嘱咐大家一件事，文字是有力量的，人的念头是有能量的。你们要晓得，千万人的善念汇聚在一个地方，那形成的正向能量场，那个大风水威力是不可思议的。我希望大家看完以后不要急着划走，都在底下的评论区里留下一句你的善言。你可以写一句愿人不起嗔心，福报满满，或者就是简简单单一句愿家宅平安。不要小看这短短的几个字，你写下的每一句善言，每一个起伏的念头，都会化作一道光，最终回向到你自己和你的家人身上，